现在我们就要带入这个主题了，请你一定要去重视问句，问句是所有的 DST 的核心，好不好 ？OK， 好，来，我们现在看什么叫问句是所有 DST 的核心。来，现在我们来做第12题。好，来，我们现在请各位做1分半钟之内做完了作答，这样子，谢谢。好，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好 ，OK，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答。这一题，好，请看哦，它的文字真的不多，虽然它的句构比较复杂一点，但文字并不多，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回答是比较分歧的，65%的人选择 E 选项，12%的人选择 B 选项，24%的人选择了 D 选项。好，来，我们来看哦。首先第一个，这道题就并没有什么废资讯，它直接跟你直球对决。好 ，Can it be determined if psychology qualifies as a science？我们能不能确定到底心理学有没有资格当做是科学 ？OK， 好，那你想哦，我们要怎么去带入？其实我们不可能去带入心理学这个东西，因为它学就是学，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带入科学这个角色，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要去思考它的句子的语气是什么，能不能被决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带入可能是一个评审的角色，好不好？就是一个公正的评审的角色。身为一个公正评审的角色，我们会不会把就是心理学视为是科学？好，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来看下面所讲的你所收集到的资讯或理由。OK， 好，你身为评审，你正在想一件事，到底就是心理学算不算科学？然后我们看第一个条件，他说有些的研究者主张说心理学是科学，因为呢，他使用了指证的方法，他使用了数据分析，他让我们去了解人类的行为跟人类的心理机制。好，这个地方表达了某些学者的看法，某些学者的主张。那请问各位，好，这个时候你是一位评审，你听到了某些学者的主张，请问他可以让你去决定这件事的胜负吗？应该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一家之见，对不对？好，你听到的是某些学者的主张，可是呢，没有人要规定你一定要相信或不相信。所以第一个条件是 insufficient。好，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我们是要当一个公正的评审，我们要确定它到底能不能够成为科学。而今天你去收集想法之后，有一派人认为说可以，好，但是那只是那一派人的想法，它不一定会是你最后的决定，对不对？好，第二个条件说什么？我们注意单独先看第二个条件哦。有一些批评家表示说，心理学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在实验里面去重现，reproducibility 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实验应该是要做到可以去重现结果，你不能每一次实验都不一样的结果，你必须要做到说你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数据可以找出一样的结果，这才叫做所谓的可信。好，有些学者表示说，心理学你没办法做到同一个实验可以去重现结果，还会有一些主观的判断。那他们这些学者认为说什么？认为说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科学的定义是有违背的这样子。那同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单独看 B 的话，它一样是某些人的主张。所以是你身为一个公正的裁决者，你会直接听信那个反对派的说话吗？你也不会去直接去听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条件放在各自考虑，都不能够让我们去决定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科学，对不对？你只听了正方，你还没听反方，你还没听正方。好，那现在如果把两个合在一起呢？好，所以刚刚选 B 的同学要注意哦，这边要小心你可能带入的方向错误了。你带入的方向应该是带入公正的评审，因为这个句子的语气很明显是一个公正的评审去评判到底这件事是不是成立。OK， 好，所以选 B 的两位同学要注意哦。好，现在重点来了。好，现在剩下的除了刚刚的2位同学之外，现在剩下的15位同学，你们有些人选了D选项，有些人选了E 选项，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再来评审的角度思考。好，两个如果绑在一起了，你现在是左耳听学者1，右耳听学者2，左耳听支持，右耳听反驳。OK， 好，请问各位，你到最后你的决定是什么？到底今天 yes or no？ 到底今天心理学是科学还不是科学，还是你不确定？你有没有发现还是不确定，对不对？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学者本身到底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判断基准，这个基准跟哪一派的人比较像，哪一派的人跟他的基准 match。我们只知道这个学者现在两个条件加在一起，左耳听条件1，右耳听条件2，但是不知道在他心里面哪一个条件声量比较大，或者是哪一个条件符合他的判断准则。我们只知道他同时接收到2个平衡的资讯。那到底最后有没有办法决定？还不确定，有可能可以决定，有可能不能决定。所以这道题答案是E 选项。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来，所以这道题答案是E 选项，这边要注意哦。好，所以刚刚选到D选项的同学要小心哦。好，刚刚选到D选项的同学的问题就在于说，好，你带入的角色可能也不一定正确，因为你选D的意思就是你认为条件1单独成立，因为条件2单独也成立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想哦，我们今天站在公正平等的角色，我们只听一家之见，我们怎么可能就去确定说是能决定或不能决定？我们还没有听另外一派的看法。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好，来，在下一道题目的地方呢，我们一样来重新 relaunch。好，这道题目文字比较多，所以我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好不好？2分钟的时间作答。好，已经1分钟了。
好。1分半，好，我们再等30秒的时间。好，OK，各位好，我们现在差不多2分钟了。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全场74%的同学选择 A 选项，11%的同学选择了 B，11%选择了这个都，5%选择了 E 选项，这有点分歧哦。OK，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篇文章说什么？他说 Manager B 呢，他需要把客户的文件上传好到这个资料库里面去。好，然后上传的步骤呢，我这边写了很多字哈，好，但你不要害怕。他说上传的步骤呢，分成下面几个步骤哈。第一个呢，我们先找内部的上传到内部的硬碟里面去 ，OK， 好，上传的这个就是草案，好，草本这样子，好，草稿本。然后下来呢，再根据这些草稿本，最后呢，我们这个 Manager B 再把最后的这个定本，好，最后的这个定稿，好，上传到公司的资料库里面去，这样子，OK，好。那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有一天早上呢，这个资料库好需要去做软体的升级，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分享结果哈，公司的资料库需要做软体的升级，那软体升级结束之后，发现啊靠腰有一些文件不见了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呢，最后问句来了，他说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决定说好，到底这个人呢有没有机会好，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去 restore 这些文件，对不对？大家看 OK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哦，来各位这些题给你的超级多文字，超级多文字，好，但实际上这道题它很多是非资讯，我们先把重点聚焦在这个问句身上就好。好。问句是什么？问句叫做 Can it be determined that manager B can restore the missing document to the database？ 好，重点来喽。Can it be determined 这个地方几乎每个句子都是，每个题目都是一样的，重点在后面这个地方，在后面这个 can。好，他问的不是说真的会不会发生，他问的是有没有这个能力。注意哦 ，can 指的是什么？有能力的意思，有机会的意思，有无力，有无可能。OK，好，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回复这些文件？好，那我们来看哦，第一个条件，他说所有的客户，好，就是所有的客户文件。好，如果我们这样先带入思考嘛，注意哦，带入谁的角度？注意带入是谁？再带入的是 manager 的角度，对不对？靠腰，我文件不见了，到底我有没有能力把文件恢复回来？我突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备份在。好，我们的原始文件，应该说我们的客户的这个原始的文件是在外部的硬碟，那是不是代表说我可以再重新跑一次这个流程，对不对？不是备份啦，应该说这个流程是什么？从客户的原始文件再到什么？再到草本，最后再到定案的文件，对不对？是这个流程的。那我今天最后这个文件遗失了，那到底我有没有机会把它我有没有机会回复回来呢？好，对我 manager 来讲还好原件都还在客户那边，所以我有机会跟客户再要回来。再要回来之后呢，我就可以重新来跑一次这个流程，最后就可以把它 restore 回来。所以条件一是单独 sufficient 没有问题。那如果单独看条件2呢？注意哦，洗掉条件1的记忆，我们单独看条件2。我是 manager，我要去想有没有机会要回来。结果呢，条件2说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组里面的成员里面，没有人跟我讲文件遗失了。重点是要怎么回复，而不是事情有没有被发觉，对不对？事情有被发觉没被发觉那是一回事，但重点是我要知道事情已经发生，要怎么去善后，对不对？好，但第2个条件根本没有办法帮我知道说到底怎么去善后。这些人有没有发觉文件遗失，不影响我的善后工作。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善后，所以第2个条件跟我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新资讯，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单独条件1成立。OK，条件1成立。那如果刚好同学选到条件2的话，代表说你可能不一定有带到正确的角色，就是 manager。再来，你可能不一定有去看清楚这个题目要问的证据。这个问的不是说未来是不是一定能回复，他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有没有机会回复。所以你只要带到正确的角色，你带到 manager 的角色，你问自己一件事：我有没有善后的能力？你就会发现，好，组里面的人有没有发现，那是他们的敏锐判断力的问题。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不构成我能不能善后？你有发现问题也造成，你没发现问题也造成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问题不影响问题的存在？可是我根本不在乎问题有没有存在，我在乎问题能不能被解决，就这么简单。OK，好，对，那如果选择都选项的同学也是一样的问题哦。好，各位也是一样的问题。好，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带入这个角色了，你也读错了命题。好，那选择1选项的同学要小心。你为什么会觉得 A 选项不成立呢？为什么会觉得那个条件也不成立？是因为你可能把这个 can 把它误读成是 will。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误读成 will 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的严格且极端。你就会以为今天我们要的是100%证明能恢复，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条件1只是跟我们讲原始资料在客户那边，可是存在客户那边不代表客户愿意再给我们一次，对不对？好，或者是不代表说我们可以去跟客户去要求，你就会觉得不一定可以恢复，就算存在那边也不一定能恢复。但是我们要的不是100%能恢复，我们要的是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想中间的意外状况，只要我们确定那边还有文件，对，没错，有这个机会可以恢复就可以了。所以选择1选项的同学要小心哦，你要看清楚这个问句里面所强调的资讯。OK，好，他要的不是100%恢复，而是有机会这样子。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同学问的问题。好，那因为他用私讯，可能大家看不到，那有点可惜啦。老实说，好，大家希望各位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发在公开的讯息里面。好，我帮你复制一下，帮他复制一下，把它贴上来。这道题上一题哈，心理学是否是科学的问句，为什么不是 can it be determined？好，1跟2无法得知。其实现在你现在知道了哈，其实重点不是前面这个 can it be determined，重点是后面这个地方，对不对？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讲说，重点不是前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每个题目都写一样了。好，重点其实是后面这个地方。对不对？好，所以刚刚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说，重点其实是我们要不要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成立这样子。OK，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呢，就像我刚刚，所以这个同学说，哈，为什么不是 choose D？为什么不是100%不能决定？其实重点不是前面这个地方，是后面这个地方，是到底我们能不能确定它是不是科学这样子。OK，好，所以呢，它到底是不是科学啊？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目。好，第14道题。来，第14道题的地方呢，来，我们一样，请大家去，一样，请大家来作答。好。第14道题，1.5分钟。好，我们到1.5分钟了哈，现在40%的同学有回答了这样子。OK，好，我们再等一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收到50%以上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先暂停。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答。哈，8%的同学选择了 A，15%的同学选择了 B，60%的同学选择了 Do，15%的同学选择了 E 选项。好，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题目，来，我们来破题哈。他说，Is it possible for a committee chairperson to exercise judgment on specific agenda items while adhering strictly to the established guidelines for handling those items？ 今天呢，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有没有可能注意哦？那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过说，今天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条件频率词，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好，有没有可能呢？他可以去做到什么？去在某些事情上，他可以去行使他自己的裁量权哦。然后呢，同时也可以怎么样呢？同时也可以严格的去遵守，好，就是原本设计的准则，好，能不能同时做到这2件事情？OK，好，有没有这个机会同时做到这2件事？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带入的角色是谁？我们带入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董事长，或者是我们说委员会的主席。那我们去想，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去同时做到，既行使我的裁量权，又能够 follow 组织的准则，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他说什么？有一些有一些跟我一样的执行长，好，或者是有些跟我一样的主席，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OK，好，来，有一些主席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以去在做裁量权的，可以去在就是执行裁量权的同时，他也可以去遵守组织的规定，所以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不用所有人，只要有一个人就能够证明 possible 是 yes，所以第一个条件成立。好，第二个，有些人可以在遵守准则的时候呢，好，也可以同时行使裁量权，这个选项跟刚刚第一个条件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用所有人，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做到这2件事情。你就代表说这件事是 possible 的，所以这2个条件各自都成立，所以答案会是什么？答案会是读选项。OK，好，当你选到E 选项的人，好，或者是选到 A 跟 B 的人，请各位注意，你的审题并没有仔细。为什么？这个题目的审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What's the key in this question？ 这个题目的审题关键就在这个 possible。你只是要证明后面这2件事情有没有交集，只要你今天能够证明有一个人曾经同时干了这2件事，这件事就是有可能的。OK，不管今天是先干这个再干这个，还是先干这个再干这个，只要你能证明这2件事是重新重叠过，你能证明有交集，哪怕这个交集只有一个人，也代表这是 possible 的。好，所以这道题答案是读选项。好，我们来看前面同学问的，刚刚也是一样，回到我们前面这个心理学能不能被视为科学的问题。E 选项 classification，E 选项在哪里啊？我没看到 E 选项。OK，我没有这个题目没有 E 选项，OK，下面没有这个字哦。就是好，我尝试解读一下你的问题哈。第2个条件classification as a science 为什么不能被视为是 qualifies as a science？ 好，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到的是 they believe 是这些人的观点，他觉得跟科学的定义冲突，不代表真的跟科学的定义冲突。就像我觉得你违反比如说你违反伦理好了，你违反伦理，可是那是我觉得啊，你真实有没有违反伦理，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这样有理解我的意思吗？重点是这个点不要看错了哈，they 这边有，你看他这边还为了怕你误解，还特别再加上一个 they believe。就是所谓的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东西违反科学原则、科学分类这件事情是谁想的？不一定是事实，这是一家之见，是这些人所想。所以它也是一样，这整个句子的表达都是某些人的看法，但这个某些人的看法真的是事实吗？我们真的会认同吗？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他虽然写说心理学跟科学的规则是有冲突的，可是这是那些人的看法。你说冲突就有冲突吗？别人不一定这么认为。OK，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要注意到那个态度词哦。好，我们再来看第15题的地方。好，第15题的地方来，我们先来看，我们来一样，请大家来作答。好，我们还有半分钟，好吧，半分钟。好，这道题很好玩哦。来，
好，我们现在先暂停。好，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同学哈，应该说一半，这道题是我觉得的确是蛮难的题目哈，你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带入思考。好，来，我们可以看到16%的人选 A，32%的人选 C，53%的人选 E。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我们先看问句说什么，是不是这个提案，是不是这个法案？好，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修宪法案，比如说公投案，好了，好不好？好，假设今天是我们代入法，好，修宪法案或者是公投案。到底这个修宪法案会还是不会？我们要真的要去铁口直断哦，注意哦，这个不是 is it possible，这个是会还是不会？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 ，yes it will，no it won't。OK，如果你不确定怎么回答 yes or no，你就把它带进去，你就想你会怎么去回答那个简短的问句。好，yes it will 的意思是对100%会，no it won't 意思是100%不会成立。好，所以这边你要从这两个里面去证明一个，要么就是证明这个方案100%会过关。就是会拿到高票，要么就是证明这个方案100%不会拿到高票。OK， 好，就这么简单。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假设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选举，好，不管今天是公投法案、修宪法案，或者是川普去选举，好，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明天他到底会还是不会赢，你要给我肯定的答案，要么是肯定会，要么是肯定会，要么是肯定会输。你不能跟我讲有可能输，或者是什么赢的几率比较大之类的，不行。好，第一个说什么？说根据我们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好，他喜欢这个方案，比起其他方案更喜欢。但问题是，民调真的等于结果？不对，为什么？第一个民调有可能作假，有可能你访问到错的人。再来，你就算访问到对的人，这些人也不一定去投票，对不对？就像你看，假设今天川普问他的幕僚，我明天到底会不会当选？你给我讲一个答案。如果你给我一个铁口直断的答案，幕僚跟他讲民调你是领先的，他会放心吗？他也不一定会放心，对不对？为什么？谁都知道民调有可能会出差错，对不对？所以只看民调是无法给出答案的。OK，好，来，所以如果今天选择 A 的同学，你们要小心，你们有可能第一个，你们没有把这个情境转换到你适合吸收的情境，你还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思考。第二个，这是什么？你没有去注意到问句里的 key。这个问句问的不是 is it possible，问的不是 can，不是有没有可能，不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他问的就是一个 yes it will 或者是 no it won't，他要的就是一个铁口直断。但是你有想过吗？民调本身其实是有变数的，对不对？它不一定能铁口直断，所以第一个条件单独是不成立的。OK，但如果是问说有没有可能的话，of course 要给出来当然是有可能。好，所以第一个条件是单独不成立。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条件单独来看呢。好，他说这个民调本身是用什么？是去用精密的抽样，好，然后我们是去找到有代表性的人，对不对？就是代表性可以去做出决策的人。好，这个地方呢，如果只看这个资讯，绝对不会是 be sufficient。为什么？他只是跟我介绍了民调的定义，他没有给我看民调的结果。你跟我讲民调的定义有什么用？我要看的是结果，所以这个条件也单独无法成立。那现在问题来了，最多的同学32% versus53%，到底今天是两个加在一起终于可以成立，还是说原来不成立的呢？好，我们刚刚说看到第一个，我们觉得这个民调不一定准，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二，他跟我说今天这个民调我们调查人是有代表性的，是有去抓到那些应该说有投票资格的人，对不对？但问题来了，这些人明天会去投票吗？这些人会不会变心？你只是说你的取样是抓到这个人，取样正确了，问题是那个人会不会突然变卦？也有可能，或者是那个人会不会当天投票日突然落赛不去投票？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最后你仍然无法去证明到底最后票 turn out 出来会不会是你所想的，你会当选或不会当选。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E 选项。OK，好，但你看像刚刚这种逻辑上的可能，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不带入那个角色，你就很难想得出来。OK，你就很难想得出来这样子。好，如果改成 Is it possible that proposal X 答案的话就不会说是 C，甚至 A 本身也可以了。为什么？因为 A 本身呢就已经代表有一定的可能。OK 好，就有一个正面资讯，对不对？条件二没有任何资讯，条件二只是跟我们介绍绩效有调查定义，可是这个调查是什么鬼我都不知道，对吧？好，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possible。但是呢，条件一本身呢其实已经可以代表一定的可能性了。好，已经算是一个就是有利资讯，但它不能说完全证明资讯。所以如果改成 it is possible 的话，答案会偏向是 A 选项这样子。好，所以你看，我就一直在强调什么？第一个，你要带入思考嘛，你不带入思考，你不带入川普的角色，你不带入选举者的角色，你怎么知道说民调其实本身你也不一定相信？那就算民调取样是对的，你也不一定会想，你也不代表100%会正确，对不对？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讲，取样是取样，你取出来的人会不会变形，或者是你取出来的人最后会不会 turn out，会不会真的实现投票，没有人知道。这样子 ，OK，好，那我们后面还有两道非常复杂的题目，对不对？好，这道题在实战上面没有出现过，已经在实战上出现了吗？有，原题已经有了，已经没有，应该说这类型的文字题实战上有出现，而且已经放在 OG 里面了。这个题目其实我是从 OG 里面改的。
好，这个题目原本是 OG 的题目哦。好，我给你看一下，来，好，这些都是其实我都是把你看这个地方来，这个题目原本是这个题目。好，这是原本 OG 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就可以找得到这样子。好，所以实战上也有出现，甚至我会说实战甚至出现的比，好，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分享的画面，好，甚至我会说实战甚至出现的比什么？实战甚至出现的比就是 OG 里面出现的更早，which 很莫名其妙这样子。OK，好，但 anyway 实战上确实已经出现了。好，OK，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OK，好，这个地方，好，来，我们等一下还有2道题，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就是大家先不要走哦，我们还有2道题哦，我们还有很难的2道题。好，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改革，哈，终结者的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意识到说，在终结者的课程里面呢，其实过去针对旧制的方法不太适用了。旧制的世界里面，是我们希望能够专心的去把你的洛克 verbal 冲高，对不对？但在新制里面有3个科目，那每个人强弱项的不一样。好，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像科学化的分析。好，而且旧制跟新制的成绩单也长得不太一样，新制有很多就是新的，就很可以去仔细的看到你每一道题是对还是错，而且每一道题它的能力值是高还是低。好，就你实际上是做错做对哪道题目，我们都可以去做到仔细的分析。好，所以我们就新制里面呢，我们做的新的课程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除了第一个上课的过程中，我们会用实战的解题方法去讲，我们不会去讲你听不懂的规则。好，去讲实战解，像我们刚刚讲，实战上你要去带入，实战上你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实战上呢，你要去注意问句里的某些细节，我们都会用完全实战的角度去思考。OK，好，看我们刚刚也没有讲很多规则，对不对？我们会专注的在什么核心的逻辑，你有没有去抓到？好，就是问句里面的某些细节，然后我们去抓到正确的解题流程。就像我们刚刚讲解题流程，你需要去先看 A 再看 B，先看条件1再看条件2，这边都是我们上课的特色。好，就像我们刚刚所示范的一样。OK，好，但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会帮你亲自规划读书计划。OK，好，那我规划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我规划的方式会是每一次我们会去分析你的正式成绩单，或者是你之前的模考成绩单。好，那我在分析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去第一个会先分析说你的各个能力，好，你的3个科目你现在的分数，谁的投报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 scale 指的是正式考试你的这个原始分数，就是积分。这个 percentile 指的是学校看到你的排名是赢过多少人。好，我们可以根据这去分析说你现在的能力投资在哪一个科目上，对你的总体排名是就是贡献是最好的。好，看斜率这样子。OK，好，分析完之后呢，我们还会去进到每一科，会实际上你把你之前过模考的成绩单，好，或者是你之前这次考成绩单拿出来，我们可以去分析出你在考试中每一个题目，好，当下做完的对或错，对你的整个分数的影响变化。好，还有就是你是做到的题目的难度是多少，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细部看你成绩单里面，知道说你每个考点哪些考点做错了低难度，哪些考点做错了中难度，哪些考点做错了高难度，哪些考点甚至呢你高的会做对，但是低的反而会粗心做错。好，我们可以透过就是大量的分析，好像各位可以看到，好，它的分析的范例大概像这个样子。好，我会用像这个样子，好，我会去做大量的分析，好，去分析出像你看每个题目的难度，我们就可以去看出，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哦，你看哦，假设我这边排序下来的话，好，像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1.96的题目做对，1.97的题目做错，那我们就知道他的能力其实很高，所以极高难度的地方，好，才会做错，但其他的低于1.9，低于因为最高难度是2啦。好，所以接近2的都没有问题，只有接近2的会做错，其他题目都做对，所以这个题目就会练少一点。好，但是呢，你可以看有一些题目，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好，比如说这位同学的 verbal 好了，好像这位同学的 verbal，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就会发现说，像这个地方，好，虽然高难度的会做对，可是低难度的其实一样，高难度会做错，可是低难度的题目一样会做错，我们就知道这个同学这个能力是不太稳定的，我们就需要让他去从最基本的能力开始打起。好，所以现在我们的规划全部都是数值的分析，会根据这个点再配上我们刚刚讲对你总分的判断，好，来去帮你判断说不同的科目需要练多少的时间，需要练多少的题目，还有需要去学习讲义里面的某些章节。好，这是我们全新终结者最新的这个就是使用的方法，就是全数值化判断，好，全数据化分析这样子。好像你看，我们可以甚至还可以去给你比较细的建议，比如说举个例子，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位同学下一次 DI 考试的时候，对不对？前8题的地方时间可以稍微放长一点。好，谨慎做题。为什么？可以看到，因为这前8题里面每一道题目的对或错误，它对分数影响的幅度是比较宽的。好，我们就可以为每个同学去做出适合他的不同的规划。好，那我们现在终结者里面呢，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好像一次要包好长的时间。好，我们现在是设定成就是最短16天考试，最长是45天考试。好，那就是不管是16天或45天，我们所有的服务保障都是保障，好，后面都有一个很长的保障期限这样子。好，那在这之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服务。那最重要，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面谈之外，我们还有完整的解题资料库。我们还有全天候由我亲自帮你及时答疑，我们还会去帮你测试解题流程，还会去帮你去做额外的模考数据的分析。OK，好，所以呢，我们的这3个方案就是有评价的基本方案，适合这备好做起比较快的同学，那也有服务比较完整的顶级方案，适合呢可能是时间没有那么多，好，但是需要去靶场战线备考
的同学，好，或者是你的分数目前跟你的目标分数差距比较大的同学，好，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案是重新设计的。那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等一下来参考 A2GMAT 的这个网页，好，那我把这个网页的连接好放在这个 Zoom 里面，好，欢迎大家来参考。OK，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好，谢谢 Bill 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刚刚同学问的问题，说如果刚刚是 No it won't 也算是sufficient 的一种吗？对，也算。其实，在数学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好，KH 上课有讲过。好，如果今天在数学里面你确定说应该这样讲啊，数学里面如果是问你有没有唯一解的话，好，能不能算出一个值的话，对不对？好，如果你回答，应该说你回答就是你如果是要去回答一个值的话，只会回答值的，只能回答一个值。如果你发现有2个以上的值，那就叫 insufficient。OK，好，但是呢，数学也有那种回答 no 的。如果你发现数学的问句是，比如说是不是 x 大于3 ，is x greater than 3？如果你能证明 x 大于3的话，那就是 sufficient。你能证明 x 等于0，也就是确定小于3的话，那也是 sufficient。但如果你跟我讲 x 是3到-3之间的一个值，那就是 insufficient。好，所以数学一样也有这个状况，但数学的情况比较不一样，说有些题目是直接问你那个值是什么，那它就要的真的就是唯一值。OK，但是数学有另外一种题目是判断某个叙述是否正确。OK，好，就像我刚刚讲的，is x greater than 3？好，如果你能证明 x 等于5 sufficient，你能证明 x 等于-3也 sufficient，或者是你能证明 x 小于-2，那 anyway 的一定是小于3，那也是 sufficient。但是如果你跟我讲 x 是在正10到负10之间的一个数，那就是 insufficient。好，所以这个是数学上也是一样的，只是你要注意到是数学上也有这种是非问句。OK，好，这种是非问句也是适用这种，也是适用刚刚讲的，如果你能证明一定是 no 的话，也是 sufficient。但如果今天不是问是非问句，而是问什么？而是问数值的话，那就是要唯一的值，这样子。OK，